讲历史。这个1980年代的中国，它大概是个什么样背景啊？要点出1980年的中国，点它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两个人必说的，一个叫胡耀邦，一个叫赵子阳啊，尼尔斯齐俄。嗯，好吧啊，谢谢你啊，尼尔斯齐俄，祝你发大财啊！塞浦路斯小珍珍，祝你发大财，祝你们生活快乐啊！为什么就少了一个姓字？因为小朋友进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哈哈，你妈妈呢？你妈妈在洗手间啊。那个，你们一会儿出去玩吧，让你妈开着车带你们去当趟转去啊。爸爸直播呢啊，你不要过来呀啊！好，小朋友们忽然进来了，从游泳池回来了啊。哎，那个 hot tub 好玩吗？好玩啊，好了好了，你们出去玩去吧啊！你们别在这儿给我捣乱了啊！你们在这儿，爸爸就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发挥我的这个黄色笑话，优势了。老王今天声音有点轻啊，不是大公主，大公主不在啊，小孩们在啊。嗯，好了，我讲哪儿去了？哦，讲胡耀邦啊，讲胡耀邦。胡耀邦是怎么回事呢？胡耀邦当时是中国改革80年代改革急先锋啊，这个人是一个改革的象征，好人啊，胡耀邦绝对是好人。胡耀邦啊，大家知道胡耀邦的孩子啊，有一个女儿，小女儿啊，老小叫李恒。说老王他闺女应该姓胡啊，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子女往往不姓自己爸爸的姓，有姓妈妈姓的啊，李恒就是姓他妈妈的姓，还有姓莫名其妙的姓的啊，比如说胡耀邦的二儿子吧，啊，还是他几儿子，他就既不姓爸爸姓，也不姓妈妈姓，啊，他姓的是一个老乡的姓。革命年代，他把这个孩子送给了老乡，所以呢，他一直跟着老乡的姓，啊，所以他的4个孩子里边2个姓胡啊，一个姓李，还有一个呢姓莫名其妙的一个跟他家不搭界的人的姓。那胡耀邦同志呢，在最后的时代呢，最后的时间呢，他的这个小女儿李恒写过一篇长文，叫《父亲胡耀邦的最后7天》。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这么一个文章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们就了解那个历史的，山西煤老板的缔造者胡耀邦啊，我们呃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历史啊。4月7日晚啊，他爸发病那之前了，父亲有些不舒服啊，哪一年？废话，1989年啊，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别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在到会议栏里打了个勾。哎，这都是细节啊。中央政治局通知送来的时候，说老王，那通知是不是传真或者电报或者 email？哎，这个不是啊，这个就是专人送的。部门之间送叫交换，这都是机密文件啊，所以你要去不去，你要用纸和笔，勾一下，就是他勾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13届4中全会，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决定做准备。那这次会议其实不是那么重要，胡耀邦其实可以不去的，因为他妈妈不想让他去啊，但是呢，他还要去。父亲那间只有10几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还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他临走时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依旧搭在床头上，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孤独地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你看这些细节，我跟你讲啊，中共的这些高官，包括他的子女李恒，他没有一个字儿是废话。他写的这些东西，第一肯定是很真实的，因为耀邦同志确实是个不讲究吃穿的人。第二，他告诉你胡耀邦，他是一个非常清廉啊、非常简朴的生活啊。那么这些都是细节。为什么说很真实呢？你看，接着出来一个细节啊，那个临窗的写字台上，3部电话机旁边那个70年代生产的铁制台里，日期静止在他离家的那个日子，1989年4月8日。哎，你们知道那个铁制台历啊是什么样的吗？是一个铁皮，
大部分是绿色的，偶尔有红色的，搪瓷质地的铁皮。然后呢，它中间啊有一个槽，2个眼儿，它是能卡进去一个不锈钢的亮亮的一个卡子的，哎，大钢丝做的卡子的。然后那个铁皮上一定的有个小红灯笼，灯笼下边的温度计。哎，我说到这儿，你们上点岁数了，应该我知道我说的是啥的吧？哎，这个就是铁皮台历啊，铁质台历，他们家那个放的也是。人人都是啊，人人都是。好了，然后呢，他就说，给你们看看吧，啊，一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啊，都没有时代感啊。我给你们看看铁质台历，我还真有铁质台历的照片。我看我留了没有啊？铁质台历，铁质台历。我看看啊，还真没有啊，算了，没有啊。哎，我明明是找着一个铁质台历。好了，算了，这不重要啊。我们太有年代质感了，是吧？就是80、90年代的知道啊。那么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同志心脏病突然突发了啊，他被气的。一会儿我讲了为什么被气突发了，跟卓长仁有什么关系啊？跟他们仁哥有什么关系？8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教委还来了几位领导啊，因为他们讨论教育体制改革嘛。父亲差5分钟9点啊，9点开会嘛，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这句话你看啊，中国共产党的高官子女不说废话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老爸是一把手啊，所有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把手最后一个进门，而且说明他爸很勤政，没有迟到啊。说他妈迟到半个小时，让大伙等着，那他妈叫懒政。提前5分钟进入会场时，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啊！我爸是一把手，这他妈的就是啊！我爸又勤政，这给你们翻译啊！我给你们翻译共产党的高官的这些文字，你怎么理解啊？都是一语双关的。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啊，头晕、腿软、心慌，但他仍然坚持。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啊。1989年，李铁映任国家教委主任啊。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与会主持会议的赵子阳举手说：“子阳同志，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你是不是不舒服啊？”父亲身子摇了摇，说着：“是啊，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啊。”这个胡耀邦这时候已经快说不了话了。坐在父亲身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来的服务员赶紧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啊，他站都站不起来。看他摇晃站起来，请假嘛，就是请不来了啊，跟子阳请假。这时候赵子阳那时候跟胡耀邦是搭子呀啊，所以赵子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啊？”赵子阳是河南的口音，谁带了急救盒啊？哎，你妈妈呢？那个，你带着孩子去当趟开车出去吧啊，别在这儿了。你在这儿，你看他们老偷偷说话，我在这儿也不行啊。好了啊，他们走了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给大家学赵子阳的口音了。谁带了急救盒啊？坐在父亲对面，每一个都是细节，每一句话都没有白费的啊。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赶紧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啊，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但我不会用，可是我不会用啊。”这是扬州人，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啊。这是江泽民当时的细节。为什么他要说赵子阳喊谁带急救盒，江泽民说我有？第一，这也是事实；第二，这俩是中国的前后一把手。你就想想我父亲当时的状态啊，我父亲有多牛逼。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在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大约过了2、3分钟啊，父亲脸色开始恢复，深吸一口气，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
我想吐。朱玉礼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我手上吧。”话没说完，父亲再也控制不住，喷出2大口吐了。哎，你又是一个细节，朱玉礼是谁？哎，你这全是细节。为什么是朱玉礼？当然也是，确实是。但是为什么不说别人？别人肯定也都是在帮忙啊。秦继伟是谁？秦继伟啊，秦继伟是管军队的啊。朱玉礼是管教育的啊。朱玉礼是当时李铁英的秘书啊，也是国务院的红人。所以这都是中南海上书房行走啊。后来呢，朱玉礼坐大飞机去了啊，他做那个商业飞机公司的总裁啊。朱玉礼这么80多岁90岁死啊。那都提到这些人啊，每一个人他都点名，非常真实。所以啊，那么然后呢医护人员给他抢救送走了。这一晚夜气如磐，这就过了大概7天以后了啊。耀邦同志终于没撑住，死了啊，去世，在医院里去世。这就是心肌梗塞啊，一般7天之内你都不能说他治好了，他就是稳定下来了，但是他极其有可能来第2茬。这就是心梗啊，它是典型的心梗啊，心脏堵死。这一晚去世那一晚，夜气如磐，无声的哀思沉重低回，风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们噙着泪水，默默地为父亲扎花圈、设灵堂、起草挽联书写哀思。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首诗：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后来，好大一棵树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可是没有人能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哎，这首歌是一首红歌啊，它的作家呢，你看看，哎，李恒这时候就把人名忘了啊，其实你查一下就行了。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呢，就没有这么重要了，所以他就贵人就多忘事了。我给大家补充一下李恒的记忆啊，这位先生叫邹有开，邹有开是写红歌的，他还写了一首特别著名的歌叫《为了谁》，是纪念1998年抗洪那些解放军牺牲战士的啊。为了谁也是一首那个就是1990几年啊80几年，他们中国有流行一段叫红色歌谣啊，革命歌曲啊。这个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其实是邹有开真的是写给胡耀邦去世啊。胡耀邦去世那天，邹有开老泪纵横啊，他是个诗人啊，所以邹有开呢写了一首好大一棵树啊，我可以给你们唱唱啊。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这就是胡耀邦。哎，你看现在你们谁去世也没有人给他们写诗写歌了，真的是人民喜欢胡耀邦。那人民喜欢胡耀邦，那胡耀邦谁他妈把胡耀邦恨得入骨呢？他那么好的官，为什么有人恨他呢？哎，这就是说为什么恨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掀起改革开放，造出来了中国的一大批啊所谓的经济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获利者啊，既得利益者。刚才有人说，这个山西煤老板，当然啊，这些人其实都要感谢胡耀邦了啊，包括我们。改革开放能有今天，与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有直接挂钩的关系。我给你们讲讲，一会儿讲讲咱们近现代历史，就是当代历史啊，那个改革开放有多难啊？为什么第一个对胡耀邦发出炮弹、恶毒炮弹的啊，带头叫陈永贵。陈永贵那个老农民啊，山西学大寨那个老农民，当国务院副总理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哎，他是大寨村的村长还是村支书啊？就这么个人，他就是个村长。但是呢，这人很耿直，很好，人不坏啊。人本身首先他不是坏人，哎，他是一个很耿直、很传统的中国农民，因为他符合毛泽东啊或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个过程中的这种啊极左社会主义路线的这种方向，所以呢，他被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这样一个村长级别，
坐火箭一样，火箭飞升到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拿幸 NASA 雷，谢谢你，祝你发大财，生日快乐啊！所以这个哥们儿就是陈永贵就看不惯这个东西。哎呀，那个人他妈挣钱还行，那陈永贵就觉得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这他妈就是老地主复辟，所以陈永贵就骂，华国锋是骂这个胡耀邦是胡乱帮。陈永贵当时的大哥叫华国锋，华国锋是你们记住啊，华国锋是秉承毛泽东的死忠思想。毛泽东往哪边走，华主席就继续往哪边走啊，他不会改革开放的。那么华国锋和胡耀邦两个人在湖南搭档啊，湖南省的两个领导，是华国锋和胡耀邦，很熟啊，彼此之间很熟的搭档嘛，所以彼此之间有几斤几两都了解。那胡耀邦当了一把手啊，共产党一把手之后，他就死看不上华国锋，就是老给华国锋呢啊，就这么讲吧，推翻华国锋的政变，胡耀邦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啊。当然，他为了改革开放，也是为了权力，他必须把华国锋这样的阻挠改革开放的人推倒，否则的话，你中国什么都跟北朝鲜一样嘛。那陈永贵就觉得这个人呐不忠啊，不但坏啊，不但搞他妈的这个资本主义复辟，还他妈不忠啊，对你的这个领导，对你的这个哥们儿不忠，所以他给他起个外号叫胡乱帮。胡乱帮这外号，是陈永贵起的啊，所以这是一波人，还有一波人就是谁呢？就是薄一波。薄熙来他父亲薄一波，为什么呢？这事儿就很奇怪了，到现在没人说清楚啊。这个事儿，我想只有薄家才能说清楚啊，因为胡耀邦拨乱反正最大的受益人就是薄一波。薄一波在文革中被打成了61人反党叛徒集团，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可以马上平反，但薄一波是叛徒啊，他叛党了，所以没有人敢复活他。胡耀邦亲自给他平反安排工作的，所以薄一波能复出就是胡耀邦，那都是恩人呐，恩同再造。但是呢，他一旦复出之后，他很快就开始打击胡耀邦，施展政治各种手腕啊，就是告密啊，拉帮结派，孤立胡耀邦，非把胡耀邦换掉不可。换谁都行，只要不是胡耀邦，薄一波都支持。哎。这个是很奇怪啊，在党内高层是开民主生活会的，这个胡耀邦见了薄一波，薄一波就开始损着胡耀邦啊，这个事儿是一个历史谜团，到今天我们只知道有这个事儿发生啊，为什么？你胡家不会告诉你真相吧？因为胡家的话，他们说的就是忘恩负义，那这个忘恩负义，他这个表现，他不是他为什么忘恩负义没说啊？那么。在组织生活会上啊，薄一波要孤立和打击胡耀邦，有两个人落井下石，这两个人是胡耀邦没法理解的，一个叫胡启立，也姓胡，胡启立，一个叫王兆国。胡启立是胡耀邦的铁哥们儿啊，是胡耀邦给自己，这俩都是胡耀邦拉扯起来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是胡耀邦提拔起来。胡启立是胡耀邦想做下一代接班人培养的。你想想这是啥关系？我把你当接班人培养，结果胡启立在党内开会的时候大骂胡耀邦，当面说你是大骗子。大家知道胡耀邦的人设，每个人都有人设嘛。胡耀邦的人设，实话实说，叫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这都是胡耀邦的金字招牌。那是他说你是大骗子，等于是把你人设毁了。最亲近的人，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指控你是个撒谎王、伪君子，那对你的伤害是最大的。一个是胡启立，再有一个王兆国。王兆国把胡耀邦很喜欢王兆国。王兆国是1982年这个时代是北京汽车厂的一个副厂长，一个副处长啊，国有的汽车厂的一个副厂长，直接给他拎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那也是坐着火箭上来，也是按着下一代培养的。结果这个王兆国呢，就把胡耀邦跟他说的这个枕边小话，告诉了陈云呐、薄一波呀这种对立面啊，所以邓小平也是保不住了啊。这就是王兆国和胡启立两个小人啊，就是这么落井下石。当然，
薄一波在这里边推波助澜啊，掀起了。所以这个事儿是史实，就是胡耀邦这个1989年葬礼上，老胡家人有2个中央领导不让进啊，一个叫薄一波，一个叫王兆国，这2个人花圈扔出去，人撵出去啊，所以胡耀邦就这么赶下台，89学潮就这么起来了。那么学潮为什么能起来？因为经济啊，克林顿说那句话就是经济还是经济啊。还有王贺寿，对，王贺寿是胡耀邦的板兄弟，但是因为他官小，他虽然也他妈的是王八蛋，但是呢，他就是李恒就可以把他名字忘了那种啊。王贺寿，好了，我给你们讲啊，就是这么他逼的这个为什么胡耀邦深得民心，完了他死的时候。照理说，中共的一把手如果深得民心的话，那应该没有学潮，你们想对不对？那学潮啊也好，市民走上街，白纸运动闹事也好，那他都是因为他对社会不满，那对党不满啊，猖狂攻击党和中央领导人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要是很满意呀、还他妈给他写诗，还哭悼念，他为什么会上街呢？这是因为经济，因为当年。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胡耀邦主政之后，赵紫阳主政和胡耀邦主政这个从1982年到1989年啊，这7年很短时间，物价飞涨，抢购成风。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会儿我有任务，就是打酱油啊，上我们家门口商店去打酱油买肉。我你妈那个卖肉的柜台永远排着队。你说我一小孩那时候才10岁啊，我也挤不过成年人呀，那挤得跟个饼似的。但是这好啊，北京这个中国这个城市啊，居民素质还挺高的，他不会把小孩扔出去啊，所以小孩也就是在里边挤着啊，非常费劲啊。然后大人们有时候还挺护着你，说哎呀，小朋友你可真懂事儿，帮你妈买肉呢。我说我心想他自己应该来啊，他让我来，我也不敢不来啊，不来他就打我的。所以这个就是物价飞涨，抢购成风，不像现在你去买个肉，那个自由市场那摊主都见了你跟见亲爹一样。那个时候不是，因为那时候叫双轨制，这个国营商场里的肉便宜，自由市场上的肉要贵得多啊。所以老百姓为了省这仨瓜俩枣，就排大队去了。这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物价双轨制。这是赵紫阳干赵紫阳和胡耀邦2人吧，然后以赵紫阳为主干。因为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他这个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要打开市场经济大门。你想富国，你想强兵啊，你想让人民有奔头，你就必须打开市场经济，不能用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几十年死气沉沉啊，所以他一打开市场经济大门，就会被门口蜂拥而至的这些饥民拥挤踩踏。所以赵紫阳亲手打开市场经济富国的大门，赵紫阳和胡耀邦拉开市场经济富国强国的大门，却被门口拥挤的人群踩踏啊！这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悲剧。我给你们回忆一下1989年前后啊，1980年那个时候挣钱有多容易啊，赚钱有多容易。那个时候有个词儿，今天没有，叫商品经济啊。今天你们听不到。我小时候跟我同龄人啊，哎呀，商品经济好时髦啊！商品经济当年就是相当于 AI， 就只要一说商品经济，就觉得这地方马上就要有钱了。什么叫商品经济？就是能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就叫商品。它区别于以前中国那个计划经济那种给你发过来的这个不叫商品。比如说你们家发过来了给你们家发的，比如说我们家就是发毛巾啊，发杯子，那个棉被床品，这个不叫商品，这都不叫商品，买来的叫商品。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时代呢，有商品者得天下，就得钱，啥都是商品，连手表啊，上海牌的手表，就上海牌手表，100多人民币一块，1982年100多人民币一块啊，1982年什么概念？100多人民币，那差不多1年的工资啊，国家干部也就1年的年薪就100多人民币啊，也可以这么理解，1年的年薪，国家公务员1年年薪去买一块表，上海的机械表。
商品不得了，老王你拿肉票了吗？必须拿呀！市民肉票，那肉票我记得白的黑字儿，有个方块叫肉票，然后这不就叫肉票？你说这玩意儿跟那撕掉那玩意儿是一样，还真撕一下，上面写着500克、250克，是这样的啊。这肉票，哎呀，还有红章，我操他妈的，你别提了，共产党折腾老百姓啊，那他妈这别提了啊。所以呢，主持经济改革工作的邓小平、赵紫阳和胡耀邦呢，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就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啊，就是一打开市场之后啊，一放开经济之后啊，什么东西都缺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中国10亿人口啊，那个时候中国10亿人口不是海鸥，是上海啊，上海手表厂，那上海手表厂叫什么表我忘了啊。你们可以扩展搜一下上海手表厂那个手表，反正就是那个手表，哎呀，就是那个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手表。那么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他妈的，一旦放开之后，什么都缺，什么都抢，连盐都缺啊！你就是什么都缺，所以不放开物价，经济无法发展，因为你几十年计划经济价格都定死了，所以国民经济没有活力，几十年不变呀。那改革开放就没有办法搞，老百姓永远那么压着。可是现在这情况是一放开经济，一切都要抢，因为什么商品都没有，就不需要卖，全是找人托关系买。不像现在他妈卖东西还挺费劲，还得带货，不用，让领导给你批个关系，让你去买点东西，买个自行车，买个电视机都要批条。然后就是通货膨胀，因为批条就意味着他妈排队就要涨价呀，人为的制造了大量的通货膨胀，人民老百姓去抢。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型的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90年代。通货膨胀的另一个意思是什么？另一个意思就是人民币在贬值，大贬值。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为了保证自己手里的人民币不贬值，是急着要把钱换成商品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叫持币。啊，我放银行里或者放哪儿理财就我不弄了啊，我不买，我啥也不买。那时候是绝对不能持币，今天不花出去，明天就不值钱了。所以1988年前后啊，中国是全民大抢购。赵紫阳和胡耀邦还有邓小平啊，对其他的中央领导就反对改革开放有啊，陈云啊，邓丽群啊，他们都反对啊，华国锋啊，说就2年啊。物价就能稳定，这叫闯物价关。只要一打开，物价一上升，有利可图，这叫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啊，自然就会有民间啊，就会有各种社会资源组织生产啊，就建立工厂，这样的话，供求关系会趋于稳定啊，物价就会稳定下来。可是这个物价稳定的过程中呢，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官倒。哎，当官的只要批个条子，你就能买到东西，这就叫官倒。哎，这都是历史名词啊。官倒、反官倒、打倒官倒，就是6·4学生上街的大游行口号的第一条，就是反腐败、反官倒。啊，官倒的头啊，他们说是胡耀，说是赵紫阳的儿子，啊，就是第一官倒是赵紫阳的儿子，有点冤枉啊，有点冤枉。但其实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赵紫阳说的是对的啊。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物价就彻底放开了。你看也没有再通货膨胀，再也没有发生物价飞抢，是吧？现在是不是不做广告东西卖不出去啊？不带货东西卖不出去，这就是正常国家了嘛。所以事实上，虽然赵紫阳、邓小平、胡耀邦是对的，但是你上哪说理去啊？因为人都看不到远处啊。当时就接受不了，所以89年的时候，老百姓就骂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赵紫阳在国务院，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誓自己儿子没有倒彩电，说你们可以当时就查我儿子有没有倒彩电，就是彩色电视机啊，那时候叫彩电。邓小平发誓自己的儿子也没有邓普方、邓志方啊，所谓的康华公司啊，在倒腾物资。发誓没有，但是邓小平的儿子真倒了，但是也没倒出那么多钱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京官没有用啊！你在中国那个年代，你
你比如我赶了个尾声嘛，我是97年去的，中央，那你赶个尾声你就知道，驻京官是还是很清廉的，他不是不贪，他是贪不着，明白吧？啊，给你形象的举个例子，就是你是种瓜的那个农民啊，那今年你的瓜丰收，但是有可能烂在地里啊，这个瓜就是你的权利的话，老百姓韩国人的瓜可能炒到20人民币一斤，但是呢跟你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够不着韩国人。哎，那就中间这个瓜贩子他才有利可图的。瓜贩子从你这儿1毛钱一斤收了瓜，然后倒到韩国卖，韩国老百姓20，瓜贩子到韩国卖10块，还有超市抢。所以真正最挣钱的是中间这个层，中间这个层在中国就是省市这2级。当官你就当省市2级的官，千万别当京官啊！你要想当贪官，你就要记住老王的话，在中国要想当贪官，最好是当市长或者县长，省长都有点虚啊，中央长就一点用没有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国家体改委的司局长，哎呀，到了地方都是市委书记啊，大市的市委书记啊，在我们那儿才管10个人啊，算我这样大学刚毕业的，才他妈10个人。而且他才管10个人，他贪个屁呀、所以他呢想当官导呢也当不了。但是呢，四通的董事长万润南当时那些真正的中国企业家也没多少钱啊，他也没多少钱，因为他万润南万老跑89年跑，他也就带了几十万人民币跑的。那他真有钱的话，那他怎么可能带几十万人民币跑的？所以他们都没有100万以上的个人财富啊，在1982年、1983年啊，他们没有这个财富啊，100万财富，人民币100万不可能，操！你知道那时候100块钱能买多少东西吗？那么，其实最挣钱的是什么？1980年代最挣钱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是电视，老王，我听说当时赵子阳的儿子倒彩电，贫穷限制了老百姓的想象力。赵子阳的儿子倒彩电是真的是北京老百姓出租车司机埋汰赵子阳的，因为其实这就相当于你们猜我一样，那他妈的老王为什么要打赏？他是不是炒股票炒美国股票炒输了？老王为什么要割韭菜看百道汇？是不是他妈的要没钱了？这就是一样的心态，因为你可能自己炒股票炒输了。说个穷鬼农民说，皇上要是耕地一定是用金锄头，哎，他得用黄金锄头耕地，因为想象力被局限了。对于中国当时的老百姓来说，彩色电视机的彩电就是他妈人生的理想上限。那赵子阳他儿子不倒彩电，倒什么呢？哎，实际上，聪明的你一定知道，汽车呀，下一个阶段就是汽车呀。所以，当时中国对于汽车的需求量，那才叫大